西都长安108坊，纵横25条街道，就算你出动所有武侯、所有朝廷官员，一房一房的找，没有10天半个月，你也翻不完。我一个人2条腿，1个时辰，如何救他？那你是如何知道1个时辰之后必有人死？错，我说的1个时辰不是人死的时间，而是消息送到大理寺的时间。1个时辰，只是合理的推演。可你还是知道今天会有人被害。你明明被关在这里，怎么会知道今天有事？你要是在底下做过仵作，看过数不清的尸体，你就不会问出如此问题。这3具尸体写得明明白白，每隔7天有1人被害，想必大理寺的仵作已经告诉你了。现在我已经证明了自己的清白，我可以走了吧，韦大人？你既然可以救那些狱吏，为什么不能救别人？下一个被杀的会是谁？我不知道，我只知道7天之内找出真正的凶犯，否则谁也帮不了你。沈瑶，沈瑶，你站住！你还记得你的承诺吗？是你自己定下的规矩。你说过，只要有人肯出1两银子雇你，不管多大多小的案子，你都接受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这一次我帮不上忙。沈瑶，我当你是个人物才拜你为师，没想到你见死不救非大丈夫所为。你不留，我留。你也相信我是故意不帮他们，不想救人，只想自保？我相信你。那你为什么还跟着我？你住东边，我住西边。刚才那个路口，我们就该分道扬镳了。有些困惑，想问：小梅被害死的那天，我在她屋子里看到了教书先生郭守拙，这你是知道的，所以你才会从小梅一案查到郭守拙。可明明是小梅先死，郭守拙后死，为什么你告诉韦大人，却是郭守拙先死，小梅后死？你看花眼了也说不定啊。早点回去休息吧。我只是有些担心你。让开！大理寺的人！大人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是他报的官，吓傻了，没见过这么害人的事。哎，怎么还带了个女人？仵作推演断案，最忌讳的就是女人了。女人体阴，容易招来污秽邪灵之物。你胡说什么呢你？信不信我现在就变成邪灵，纠缠你？住嘴！哎，你看，先进去看看吧。阿强，魏大人，这是什么味道？大人，请看。这是女人的香膏味儿。莲衣姑娘，你要逃走？我不是要逃，是找个地方躲起来。那还不是一样？难道你真是……我要是杀了人，你还能在我眼前活着呀？公子，我还是不明白。哎呀，你能保证我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你都不会告诉别人？
上一个死者丢失的东西，一定会成为害死下一个死者的关键物品。回纥兵的妖刀害死了教书先生郭守拙，教书先生的打火石烧死了小梅，小梅丢失的香膏一定会出现在下一个死者的死亡现场。难道真的是鬼杀人？如果单纯只是鬼魂出现，我可能还会相信鬼杀人之说。可偏偏凶犯多此一举，让我产生了怀疑。难道鬼会相互串通好，去把上一个死者的东西拿走，去杀死下一个人？这只可能是有人故意这么做。所谓鬼杀人，定是假象。既然你已经想明白了，为何不告诉韦大人？哼，他会信吗？而且最后一个被害的人，有可能是我。你这是何意？害死回纥兵用的是我的刀，韦大人正是根据这刀痕才找到了我。第一个死者现场有最后一个死者的凶器，以此推断，我一定会成为最后一个死者，首尾相连，形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闭环。你不相信韦大人，想要靠自己找到凶犯？正是。等我找到答案，再去见韦大人。沈阳，沈阳，沈阳，沈阳！答应我，今日之后，不管任何人问你，都不要提及在小梅家曾看过教书先生郭守拙一事，这是你我之间的秘密。你也要答应我，不要躲起来。沈阳，好你个沈游！好啊，你们俩大白天的，关着门。沈公子，既然没什么事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告辞。你怎么来了？你不是去帮韦大人断案了吗？我要不是着急给你送饭，我能被韦大人赶走吗？哦，果然是被赶出来了。你走吧，没本事断案，还有脸坐着吃饭？去哪儿啊？教你推演断案之术，你不是一直求我教你吗？没有韦大人的手谕，任何人不得入内。让开！走吧。哎，去哪儿啊？不进去了吗？那边，小心别砸了。毛手毛脚。哟，沈大沈段，您可来了，我这金佛啊有指望了。不够，不是1两银子吗？以前是1个人，现在是2个人。哦，2两银子是吧？不多，行，10两。你们2个人不就2两吗？朱老板，你连10两银子都舍不得，这大金佛就永远别想找到了。我们走。刘部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10两就10两，可得说好了，金佛找不回来，这可得退给我。开工。开。哎，你不能进来，这断案的本事让你偷学了，我还靠什么吃饭？等等，把你们家的伙计都喊出来，在院子里候着。把人都叫过来，叫过来，都给我出来！来了！快点！老板，怎么了？哎，你鬼鬼祟祟的要做什么呀？断案呀！你好好看看，这屋子是不是和隔壁孙善才被害的屋子一模一样？哇，还真的是一样哎！你好聪明呀！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的金佛被偷了？这家老板求我好几个月了，今天啊，正好借破金佛的案子，查孙善才的案。好几个月了，那你是怎么做到想都不想就知道他家的金佛被偷了？别想金佛的事，凝神，把你在孙善才屋子里看到的一切全部都讲出来。这里有一个屏风。
屏风一般都是正对着门，你没记错吧？好像是被人挪过，地上呢还有痕迹，肯定是没错。这儿有一张案几，上面有许多书卷。等会儿，一个做罗马生意的胡商怎么会看书呢？哦，是账本，肯定是账本。这里还有一把交椅。椅子。唉，好想进去看看。你不是不想破这个案子吗？只看不办，你别分神，接着想。这里，不对，哎，这里，应该是这里，有一个花盆。花盆。这里还有一把椅子，这里和这里有2个书柜，这里是一个窗帘，这里还有一个灯，哎，这里还有一把椅子。这有一把交椅，孙善财就死在这儿，头的方向不对，是抬着头。你在看什么？为什么会这样？有何发现？这面墙上好像有什么东西，是不是你忘了？一面空墙啊，什么也没有。要是有东西，我一定会记得。就算我是瞎子，这么大的一面墙，有东西我一定会记得。总觉得哪里有什么异样。原来你这个神段也有失算的时候啊！哼，也不能说一无所获，至少我们还赚了10两银子。难道你早就知道是谁偷了金佛？你不是一直想过做神段的瘾吗？这次成全你。我告诉你，沈公子，可有什么发现呢？我的金佛被谁偷了？哎，看了半天，我是什么都没有发现。那你得把10两银子还给我呀！别急嘛，我没有发现，不代表我的徒弟也没有发现。徒弟，半人高的金佛比200升米还重，一个力气非凡的人扛着这么重的东西，走起路来都会很吃力，更别说是一个普通力气的人。扛这么重，恐怕连这个院子都走不出去吧。更何况，这个贼还没留下一点痕迹，除非他是天神下凡，否则根本不可能把金佛从这个佛堂里运出去。你说了半天跟没说一样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可是金佛要是本来就不在佛堂里，那就更好被偷走啦。每年的冬春之际，朱老板你都会把金佛送到慈恩寺，请寺内的和尚帮你念经加持，再让伙计们把用金丝袈裟盖好的金佛送回佛堂。根据高僧的说法，当天晚上不能揭开袈裟，而是第2天早上第一缕阳光射进佛堂的时候，你才会揭开袈裟。结果第2天你来到佛堂，却发现金佛不见了，空留下一件金丝袈裟。对，就是这样的。就是利用这次机会，其中一个伙计动了偷金佛的念头。他首先用冰块雕刻了大小一模一样的金佛，然后又找了3个同伙混入慈恩寺。等大和尚念完经，为金佛披上袈裟，他的同伴就制造机会引开大和尚，将冰雕的塑像替换了真正的金佛，然后重新披上袈裟，再送回佛堂。运回佛堂的根本就不是金佛，而是一块冰。当天晚上冰就消融了，大佛也就被偷了。我说的对吗？原来是你这小子！给我打！老爷饶命！老爷饶命啊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哎，老爷饶命啊！
苏审断，一语道破天机的感觉如何？真是太痛快了。不过要是这些都是我自己推演出来的，那就太好了。过过嘴瘾还不够啊？哼！哎，今天这么开心，要不我请你吃好吃的吧？哎，这是我的银子。那你追我啊，追到就是你的。你站住！哎，银子给我。来追我啊！站住！什么人？这是我家。你们干什么？韦大人，我说过了，这件事我帮不了你。这件事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屋里有人等你。这件事，你说了不算，我说了也不算。屋里有人等你。按照朝堂之上的礼节，我应该给你下跪。可是既然你屈尊来找我，想必不介意按照我沈游的礼节平起平坐吧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就敢这么跟我说话？你虽然能把表明身份的所有东西，腰牌、佩刀、朝服、官靴全都换，只穿了一身便服，但是你的行为举止却不寻常。你在为某件事发愁，既然来找我，想必是为了回纥兵被害一案。现如今全长安城最为这件事情发愁的，除了韦应物，只有一个人，就是你天下兵马大元帅李将军。其实不用这么乱猜，只要看看门外的虎贲军，就知道你的身份。天底下除了兵马大元帅，还有谁能调动虎贲军呢？下次想考我，把题出难点。哼，果然是个聪明人。韦应物说，你是长安城推演断案第一人，我看说的没错。大元帅过奖，回纥兵被害一案，我无能为力。你怕什么？长安城有几百万百姓，安贼占领西都这3年，他们每天过的都是担惊受怕的生活。他一个不小心被人砍了脑袋，他自家儿女被安贼抢去祸害，他再也见不到大唐盛世。这其中就包括我的爱妻沈氏。安贼攻陷长安的时候，我却没有来得及把他带走，把他一个人留在陷落的长安，至今生死未卜。我借兵回纥，夺回长安，也就是为了让他，还有长安的百姓，不再过担惊受怕的生活，让大唐重回盛世。可现在安贼走了，回纥兵却驻扎在浐河，虎视眈眈地要进长安城杀掠。难道你就真的忍心让百姓遭受祸害？我答应你，我可以帮忙调查回纥兵被害一案，但我有个要求。讲。办案期间，不管我做了什么，你都不能追究我的过错，一切都要听我的安排，包括韦应物韦大人。准。来人。大帅，一切按照你的规矩办。从今日起，我命你沈游为大理寺卿，全权负责回纥兵被杀一案。你都要急死我了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乌鸦嘴，以后跟我说话呀，可得小心点。哇，你怎么穿上大理寺的衣服啦？韦应物，你过来。放肆！大人的名讳岂是你这种百姓可以随便乱喊的？从三品，暂代大理寺卿。韦大人，这个东西你应该很熟吧？现在你也该喊我一声大人。哇，那
那你以后就是大理寺卿了，那我岂不是大理寺卿的徒弟啦？暂代，那也比你一个少卿大。走吧，去孙善财家看看。让开！不晦气！回家！屏风、花盆、堆满账本的书案、椅子，和你说的一模一样。这是案发现场，大人请自重。断案和喝酒吟诗一样，兴致所致，自然流露。像你这种官老爷，只知道按规矩办事，哪懂得什么真正的推演断案之术啊？我要是大元帅啊，早让你告老还乡了。不过，既然我以后都是韦大人的上司了，自然要对你负责，让你学会真正的推演断案之术。以你的聪明劲儿，学个3、5年就可以出师了。把我的刀具还给我。心口处的圆形伤口是致命伤，从此处放干了血，根据他的身形，大约需要2个时辰。眼睛被刺瞎，是死后所为。凶手倒还算仁慈。这些查验结果我早就汇报给韦大人了。有什么新的进展吗？我想见见他的家人。我已经审查过了，没有什么嫌疑。你说的可不算。平日里，罗马行的生意是不是都由你的夫君打理？你并不太过问。如此说来，你夫君对你倒是极好。平日你们可否恩爱？恩爱。现在是罗马行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你们赚了不少钱吧？钱都由夫君打理。你夫君是何时失踪的？3天前。那这就奇怪了。罗马行生意最好的时候，你的夫君，也就是平日亲自打理生意和钱的人，失踪了3天，你却不闻不问，不去报官，为何？我以为他去朋友家喝酒了。就算去朋友家喝酒，3天不回家，你也应该问一句。要不是他被害死在家里，恐怕你一辈子都不打算报官吧？你说你们夫妻感情极好，其实你巴不得他永远消失，就像现在一样，被人害死最好。你虽然没有动手，但不代表你没有这么想过。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希望他死？你猜的没错，我是希望他早点死，最好下地狱，永世不得翻身。自从我嫁到孙家，他每天都要打我，有时候实在打得太疼，我几天都下不了床。真是个禽兽，活该他死。你为什么不逃走？我一个弱女子，哪逃得了？我试过，被他抓了回来，又是一顿毒打，差点要了我的命，所以我只好受着。幸好老天爷开眼，派恶鬼索了他的命，他活该下地狱。恶鬼，恶鬼，你别过来！你住什么？快把小梅的画像拿来。卷宗，是不是他？在发现孙善财被害的那个晚上，他看见了一个女人，穿着粉红色的衣服，穿墙而出。谁？你谁啊？谁？别喊我！别喊我！恶鬼！恶鬼！他不是人，是恶鬼！
小梅已经死了，怎么会出现在孙善才的案发现场？嘉许，把他俩带回大理寺，把另外3起案件重新查验，看看有没有目击证人，一并带回。是，带走。是。走。恶鬼！喂，你又去哪儿啊？把书拿来。啊。全都给我。你们说的可是真的？小人不敢有半句假话。起来，走！去把莲衣姑娘请来。是。回纥兵死于滥杀无辜，下刀山地狱，深受刀兵之刑。教书先生郭守拙巧言善辩，下拔舌地狱。小梅死于淫邪，下油锅地狱。而富商孙善才死于贪财暴富，被凶犯挖掉了双眼，下火山地狱。我知道他为什么要害人了。凶犯作案不是简单的杀人，而是要亲手制造一个人间地狱，警示世人。他还会用同样的方法再次行凶。黄泉路、奈何桥，阎王恶鬼的传说古来有之，宁可信有，不可信无。你别吓唬我！什么阎王恶鬼，那都是吓唬人的说法，这你也当真？我刚刚询问了回纥兵一案的武侯，那天晚上他看见一个人穿墙而过，只是以为当时看花了眼，所以才没有及时汇报。他可看清楚那人的长相？夜色太深，只能看清楚一个模糊的面目。但教书先生郭守拙一案，目击人就不一样了。他也看见了一个人，而且看得清清楚楚，正是那个已经被害死了7天的回纥兵。再加上今日孙善才家的小仆看到的小梅，是不是可以推断，前一个死者都会出现在下一个死者的现场？前一个死者化身恶鬼，索走下一个人的命。这不是恶鬼索命，是什么？胡说八道！分明就是有人装神弄鬼。凶犯故意制造人间地狱的景象，就是为了蛊惑人心。你一个堂堂大理寺少卿，怎么也信这种鬼话？事实俱在，不由我不信。二位大人，莲衣姑娘来了。二位大人，这么着急找莲衣来，想必是有急事。莲衣姑娘，你发现小梅失手的时候，可曾看见其他人？你若忘记了，我提醒你，教书先生郭守拙，你可曾看见他出现在小梅的屋里？不曾出现。莲衣姑娘，请你再仔细想一想。当真不曾出现。现在你该相信我了吧？根本就是有人故弄玄虚，想误导我们断案。凶手是人，不是恶鬼。那你又如何解释目击者所看到的障眼之法？障眼之法。看清楚，仔细看，别眨眼。刚才经过的人是谁？沈游。1丈之远，我和你如此熟人，你尚且能判断错误，
可见，在这样的光线条件下，装神弄鬼是一件多么容易的事。那些目击之人所看到的，无非是一件衣服、一个人影。凶犯故意假扮成前一个死者，无非是想强化地狱恶鬼索命之说。这天底下还有什么比鬼杀人更骇人听闻？可我沈游，偏偏不信这个邪。我要抓人，不抓鬼。这么大一个长安城，要找出一个人来，难于登天。哼，孙善财家丢失了2只猫，根据他的手法，凶犯一定会利用这2只猫去做下一个案子。只要找到这2只猫，就能找到凶犯。找猫比找人难多了，站着说话不腰疼。我又没说让你现在找，着什么急？我肚子饿了，吃饭去。自己没长手啊，加个菜能要了你的命啊！既然沈公子有献美之心，我当然不好拒绝。红袖添香有什么意思啊？红袖添酒才是人生一大美事啊！你们俩真是没福分，白白辜负良辰美味。案子没破，还有什么心思吃喝？7天一个，还有6天，我们有的是时间，不要慌。只顾说话，忘了恭喜大人荣升大理寺卿，小女敬大人一杯。暂代的，你巴结倒挺快。暂代的也是大理寺卿，如今这长安城里，除了大元帅，就属我最厉害。沈大人，外面有一个老头说让您出去迎他。老头？对，他手上还拿着一把戒尺，口口声声说要什么？快说！说要打烂大人的屁股。何处来的刁民，敢来大理寺闹事？沈大人，我们一起去看看。哎呦，我肚子有点疼，韦大人，你何不先去？韦大人，我跟你去。哦，2位大人既然公务繁忙，那我先告辞了。大胆刁民，竟敢来大理寺闹事！沈游呢？沈大人现在可是大理寺卿，你说话小心一点。他就是天王老子，也得叫我一声师傅。师傅打徒弟有何不可？师傅，我是沈游的师傅，他那些推演断案之术，都是我教的。哎，你是苏雨吧？我听沈游提过你，你还不赶快叫师公？师公？哼！沈游，给我出来！沈游！沈游呢？沈游，沈大人，哼，又被他骗了，跑了。好你个沈游啊！升官发财就忘了师傅，忘恩负义。您真的是沈游的师傅？我不走了，我就在这儿等你们沈大人回来，给我这个师傅请罪。哎，你们2个也别站着了，来，坐下，陪师公喝酒。师公，我敬你一杯。大人，师公，沈游那些推演断案之术，真的都是跟您学的吗？没错，我在本县衙门当仵作的时候，你们沈大人还没出生呢。那您是怎么挑上他当徒弟的呀？
是不是他小时候一看就是那种猴精的？哎，丫头，不对呀！不对，你一口一个沈游的，这哪是你师傅啊？分明是你喜欢他吧？哎呀，师公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呀？你怎么跟沈游一样没个正经？师公，你跟我说说沈游他小时候的事情呗，我想听。斟酒。哎，沈游也是个可怜的孩子，才4岁就惨遭灭门之祸呀。他是眼睁睁地看着爹娘被人杀死的。当年沈家出了灭门的惨案，老朽奉命前去检查，捡到了一个侥幸活下来的小孩。老朽啊，打了一辈子的光棍，正好无子无孙的，就收养了这个孩子。他呀，就是沈游。为了找到害死父母的凶手，沈游从小啊就跟着我学推演断案之术。他在这方面呢，确实有一些过人之处。10几岁就帮着县衙断过府库被盗的大案，20岁就能分辨出100多种刀痕、血迹和上千种的毒药。现在他的本事啊，比老朽不知道厉害多少倍呢。他找到杀害父母的凶手了吗？平时看他嬉皮笑脸的，没想到心里藏着这么大的秘密啊！这就是命啊！笑，叫醒了梦魇的气泡。牵挂的人像无力的火苗，拨乱我的心跳，触碰不到。如尘，香如尘飘摇，此去思也难独寂寥。从你眼中去看你的微笑，我在心骨里缠绕，魂牵最笑。还是等不到，美好虚有其表。走过天涯海角，最后才知道，还是等不到。任思念无可救药，只愿听见你的心在跳，只愿听见你的心在跳。
天。